我叫刘建明，节号4927，是一名黑社会卧底。10年前我加入黑社会，本想成为一名威风凛凛的古惑仔，可是我刚进帮派不久，就被老大韩琛安排进警校。他的目的是在警局安插卧底，而我就成了他计划中的一部分。你跟我日子最短，身家最清白，條路點行，就由你自己決定。有冇有咁多位阿 Sir？ 尽管这和我最初的理想不一样，但这也是为老大做事的一种方式，我只能咬牙坚持。为了顺利在警校毕业，我不得不压抑自己的本性，去适应警察世界的秩序。而我做事雷厉风行，每次出任务都表现出色，很快就以优异的成绩从警校毕业。一晃10年过去，我真的成为了一名优秀的警察。后来我身穿警服，周旋于明暗之间，通过韩琛递来的重要情报，连破树桩大案，我也因此平步青云，成为刑事情报科的队长。哦，冇問題，好啊。細叔，唔好意思，開 OT。刚才我收到黄景思的通知，今晚有一场大行动，警员都在居民区集合。黄景思刚刚收到情报，韩琛将在1小时后与泰国卖家在对面大厦进行交易，可是交货的地点还不确定，需要等待警方卧底消息才能行動。我哋已經監視咗佢哋好耐，今晚最好係拉到人啦吓！我趁着休息間隙，來到陽台打電話給韓琛，想告訴他此次行動有危險。可此時黃景思卻突然朝我走來。喂，唔好意思喎，覺得你咁急，係冇事。我腦子飛速運轉，對着電話那頭的韓琛喊：我唔得閒翻嚟食飯啊！我煮咗飯呢就食噶啦，翻嚟打俾我，我哋幫下熱佢。韓琛幾句簡短的回應，意味着計劃將繼續進行。Sorry。韓琛似乎對此次計劃胸有成竹，因為贓款和毒品是在2個不同的地方交易，也有可能是因為有我在後方給他策應。萬一韓琛被抓，我也將萬劫不復。此時壓力給到我這邊，為了抓捕行動的保密，黃景思要求每個人上交手機，而我趁着這個空隙，將警方的無線電瓶號碼發給了韓琛，這樣他就能實時監聽到警方的一舉一動。有長翻嚟，係長。而讓我疑惑的是，此次作為指揮官的黃景思好像開了天眼一樣，他並沒有去看監控畫面，閉着眼就知道目標出現了。A 加。韓琛那邊確認貨沒有問題之後，立馬通知手下去交貨地點交貨。而就在同一時間，黃景思知道了他們的交貨地點。阿將，葵涌碼頭。收到，葵涌碼頭。我死死盯着黃景思的一舉一動，試圖從他的細微動作中找到線索。我發現他左耳戴着白色的耳機，手指看似隨意的點動，卻符合摩斯電碼的規律。我從後台調出一段神秘的聲音敲擊波段，我立刻反應過來，一定是韓琛身邊的臥底在不斷地用摩斯電碼給黃景思傳遞信息。此時我要和那個臥底搶時間，趕在韓琛毒品交易成功之前把情報傳遞出去。我迅速把準備好的木馬程序插入電腦。喂，啲可卡因夠數喎！收貨。你收貨準備拉人。就在這千鈞一髮之際，我用無線電向對面大廈統一群發了條終止交易的短信。等陣。喂。等陣你冇落海，即刻！叔叔，等陣你冇落海。好在我情報給的及時，在最後一刻沒有被人贓俱獲，韓琛也因此逃過一劫。拉到人拉唔到貨，佢哋倒晒粉落海啊！老闆 hold 住 ，hold 住！而這次行動的失敗，也讓黃景思意識到事情不簡單。全部跟落嚟。黃景思把韓琛帶到警局，但由於現場沒有收集到毒品，因此警方並不能把他們怎麼樣。你嚟把你男人喺度好似捆住我啊！大家咁話。事後韓琛打電話給我，讓我查出誰是臥底，可我的權限還遠遠不夠，臥底的檔案我根本查不到。我唔理有幾難啊！在韓琛的再三命令下，我只能硬着頭皮答應。隨後讓韓琛把隨行人員的檔案收集給我。這麼多年不知從何時起，我也想過正常人的生活，可臥底的身份注定讓我無法如願。就像我未婚妻正在趕稿的一部小說，裡面的主角有28種性格。一個人有28種性格喎，咁即係話佢朝早一起身就自己同自己做一套，做到連佢自己都唔知自己真實性格係點。你驚啊？我聽着他說的內容，感覺就像是在說我自己。這麼多年以來，我常常問自己，我到底是萬人敬仰的警察，還是遭人唾棄的臥底？在這黑白顛倒的生活裡，我早已迷失了自我。韓琛在電影院把手下的檔案交給我，然而就在我們分開後，一股強烈的直覺告訴我，有人在跟蹤我，腳步聲若有若無，始終保持着不遠不近的距離。可我此時不能回頭，一旦讓他看清我是誰，那我臥底的身份將徹底暴露。
好在他接到电话后停止了跟踪，可这次的有惊无险还是让我心有余悸。不久后，警局内部也察觉到此次任务失败的原因是出现了黑社会卧底。韓心單嘢衰咗，我懷疑有內鬼，想你入去查，做內部調查，可以接觸啲管理層嘅嘢，你機會嚟㗎。我就这样順理成章地晉升到警察內務部。隨着級別的不斷提升，我多希望自己是一名光明正大的警察，而不是黑社會安插的卧底。曾經比我官職高的黃志成，現在和我說話都變得客客氣氣。因為按職級來看，我和他是平級。晉升之後，我現在擁有了最高級別的調查權限。按理來說，我可以大調查任何人，包括我的上級。但現在首先要做的是，從警察內部系統查看有沒有韓琛身邊的卧底。我必須趕在卧底發現我之前，把他先揪出來。然而經過我的一番尋找，並沒有絲毫收穫。於是我決定劍走偏鋒，讓韓琛放出要進一批貨的假消息。那個卧底肯定還要和黃志成接頭。然後我就以警局調查黑社會卧底為由，派人跟蹤黃志成。喂，樓啊，佢上到24樓喎。知道黃志成的位置後，我馬上通知韓琛。於是韓琛下了死命令，讓手下火速前往清除卧底。大佬啊，網上出事啊！當時具體發生了什麼，我並不清楚，只知道趕到現場的時候，黃志成已經死了。回到警局，大家把黃志成的死都歸結到我的頭上。網上盡忠職守，你搵人查佢，因為你又做錯啊！點解網上會死知唔知啊？我疏忽，我會俾大家一個交代。黃志成一死，現在專案組群龍無首，而這時領導卻突然推薦我接替黃志成的位置，我的事業因此更上一層台階。上次我把黃志成的位置告訴韓琛之後，他居然背地裡偷偷完成了一單大生意。果然還是老江湖，將自己置身事外，坐收漁翁之利。我也不過是他手裡的一枚棋子罷了。但是轉念一想，我現在是專案組總督察，為什麼我不能拿着手裡的權力鏟除韓琛呢？與其一輩子當韓琛的傀儡，不如在警隊一手遮天。看着黃志成生前的手機，我腦子裡有個大膽的想法，只要計劃成功，我不僅能讓韓琛帶着我的秘密永遠消失，還能挽回我在警隊裡的形象。隨後我撥通了那個卧底的號碼，但他非常謹慎，接通之後沒有發出任何聲音。於是我把手機放在耳邊，敲出了一段摩斯密碼，讓他清楚我知道他是卧底的身份。下車後他又打了回來問我是誰，我以專案組警察的身份與他交流，希望能與他合作，一起扳倒韓琛。經警方證實係派去執行職務嘅卧底探員徐偉強。之後我讓警察開始散播假消息，說傻笑是警方卧底，讓韓琛誤以為打掉了內鬼，而這其實是我放了一個煙霧彈，目的是為了保護真卧底的安全。你冇揾人睇個倉啊？如果佢知個倉喺邊就大鑊。韓琛害怕倉庫暴露，立馬帶人去轉移毒品，而這正好掉進了我的圈套。這次為了將韓琛一舉殲滅，我和那個卧底之間還是用摩斯電碼進行交流。等韓琛從倉庫取出毒品後，我派的警員早已在出口等待多時。韓琛下車想要逃走，打電話尋求我的幫助。可讓他沒想到的是，鈴聲就在他身邊響起，在這絕望的停車場裡回盪。我記得10年前，韓琛對我說過：一將功成萬骨枯，條路點行係你哋自己揀。以後的路怎麼走，現在我自己選擇。由於破獲了羈押許久的販毒案件，我不僅挽回了形象，還得到了同事們的認可。我以為自己終於可以踏踏實實做一名警察了，然而命運卻再次跟我開了個殘酷的玩笑。你啊，那個卧底回到警局，想要恢復警察身份。咗我低幾耐？黑夾埋咗10年，冇俾你先得。而家我身份我得啦，我就想做一個普通人。你做我卧底，我識揾唔到個鬼。咁我實在低。可就在我給他恢復完成身份後，他卻不見了。我仔細觀察我的辦公桌，發現之前韓琛給我的檔案袋被人挪動過。是的，我卧底的身份徹底暴露了。事已至此，我索性刪掉了陳永仁的卧底資料。回到家後，我的未婚妻目光呆滯，而我還未意識到發生了什麼。下午送來的音響設備就在那裡，我順手播放一首音樂。可此時我的未婚妻卻突然開口：本小說我寫唔到落去啊，我都唔知關好人定壞人。呢樣嘢我諗佢自己先知。
下個禮拜入貨，好緊喎。你搞你嘅嘢，我呢邊唔使理你。这是我和韩琛的通话录音，也是他威胁我的筹码。我本以为删除档案就能抹掉过去，没想到百密一疏，我还是被陈永仁抓到了把柄。很快，陈永仁就联系我，要我去天台和他见面。我想过逃避，但这次我深知无法逃脱。Mary，sorry， 我揀咗做好人，我而家就去見陳永仁。無論點都好啦，我會俾翻個身份佢，個檔案喺我電腦裏邊，密碼係你生日日期。我來到和陳永仁約定的地點，沒想到他一上來就給我測體溫。啊，你啲臥底真係得意，簡直都係癲袋。我唔似得你，我見得光。這簡簡單單的一句話，卻像一道刺目的光，瞬間穿透了我偽裝多年的軀殼。邊個機會講？點俾機會你？我以前冇得揀，我而家想揀翻做好人。同法官講啦，睇下俾唔俾你做好人。咁即係要我死啊！對唔住，我係差人，邊個知？我的話徹底激怒了陳永仁。然而就在這時，我的同事林國平突然出現。方大將，放咗兩場先講。陳永仁解釋自己是警察臥底，而我才是內鬼，並且他叫的警察已經趕到樓下。我點解要信你啊？在三個人的糾纏之中，我們來到電梯口，而就在電梯門打開的瞬間，林國平找準時機，將陳永仁一槍斃命。唔使驚喎，大家同師兄弟。而家森哥死咗，以後你要睇住我啊！原來他也是當年和我一起被韓琛案插進警局的臥底，只是這麼多年來一直都沒有被重用。韓琛啲錄音帶我搞掂晒㗎啦，放心啦，有我跟你。現在韓琛死了，陳永仁也死了，知道我身份的只剩林國平一人。我本想接受懲罰，結束煎熬後做一個好人，可現在上天又將洗白的機會擺在我眼前。因為按照規定，警察開槍不打致命點，只有黑社會開槍才會打頭。顯然他已經違規了。所以對不起，你現在是罪犯，而我才是真正的警察。當電梯門打開的那一刻，警局內再也沒有人知道我的真實身份。我係差人。現在我是劉建明，警號4927，重案組總督察。